過去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人說，持有股票天荒地老，直到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改变。因為他只用基本面，所以他這樣講話嘛。在現在這個狀況裡，你沒有設定，就很難玩。不要讓自己變成散戶，你不要每天噴出，然後就覺得哇，好像我該怎麼做都可以了。沒有，你還是可以設定一個出場期。因為最近一直在噴出，其實噴得太誇張了。那照慣例我們看一下台股好了。我們上次直播到現在本來這一根殺下來，如果能夠有一兩千點的回檔就不錯，但沒有繼續上去。老話一句我會認為這是睡型。睡型的意思就是說，最近的走勢就是走不斷噴，但是沒有一個商品可以永遠這樣噴，這是我們的基本假設。所以基於這個基本假設，我不會在這邊下太猛的注。我們上一次的交易閒聊，上一次的交易閒聊都提供了如果要追高的方法，我們電子報也提供了如果要追高我會怎麼操作。那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東西，因為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好的交流，其實也不太有機會去私底下跟大家聊這麼深刻的交易都在電子報裡面。那再來沒有基本面的行情會持續多久？有地锚點可以觀察嗎？現在噴到天上去的股票往往沒有基本面，這樣的行情會持續多久？有沒有關鍵的地錨點可以鎖定？現在熱錢很多，比我2008年的時候多太多了。那當年2008年呢，我做的是台股，我認為我曾經在高檔不小心把股票幾乎減碼光了。我當時的做法很簡單，沒有股票可以買，就是強勢股嘛，減完之後，我要找進場的股票找不到了，我就不敢買了。我預設全市場的人，某些用這個判斷方法的人都找不到可以買的股票了，是不知道買什麼，所以行情就剛好跌下來了。所以這是當年的地錨點。可是我現在在看這個市場呢，當年那個方法呢，我覺得台股可能適用，但是美股不適用哦，因為美股現在的熱錢太多了。然後呢，幾乎沒有地錨點可以鎖了，也就是說，你不要去想基本面了。現在的基本面就是降息週期，在美國就是，除非物價上來，那錢越來越多，數字就永遠越來越大。所以我的做法就是一路操作下去了，沒辦法了，真的回檔就吃回檔就好了。這個點很重要哦。你去看那個 NVIDIA 跟輝達合作。NVIDIA 跟輝達合作，他砸了這麼多錢，就是因為市場熱錢很多。所以我提醒大家，現在呢，就是操作功力的問題，死不追高，設定好你的出場期，沒有設定現在就不行。在現在這個狀況裡，你沒有設定就很難玩了。不要讓自己變成散戶，你不要每天噴出，然後就覺得哇，好像我該怎么做都可以了。沒有，你還是可以設定一個出場期。你可以把自己的部位分成基本面的百分比跟技術面的持有百分比。你有100萬的股票一直漲，你很害怕，那你可以把它分基本面占60%，技術面占40%，那你減碼都只能減技術面的。是有這樣子思考的報案7，沒有的一樣按0。那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在這個時候尾端最重要就是要處理這個東西。你沒有去想清楚，你就會很慌張。你一旦設定好基本面跟技術面的比例之後，你技術面一直噴出，你就減碼，你減光了，你還有持股，還有5成，還有6成，還有4成，那沒關係啊，你就吃這個啊。那跌下來的時候，你技術面就把它買回來，繼續噴，那就算了，你還是賺錢的。OK， 大概是個概念。好，因為按0的戰友很多，2件事情提醒一下。第一個，你有沒有設定出場期？第二個，你有沒有把你現在的部位切2塊？你到底是100%技術面操作，還是100%基本面操作，還是
%多少是基本面操作，%多少是技術面操作。減碼的全部都最好是技術面，基本面的不要去動，除非老話一句，這個股票的基本面已經改變。很多過去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人說，持有股票天荒地老，直到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改變。有聽過這句話啦？因為他只用基本面，所以他這樣講話嘛。那你也有聽過一句話，我們操作呢，就是純技術面進出，風暴比到了就賣，不要看基本面。那是因為講這句話的人，他100%是用技術面進出嘛。但是我們融合了這麼多技術，我有波浪系統，我有入門級訓，我有基本面，那就把單子分清楚。